经常在微信上收到婚礼请柬，那种电子请柬收到过吧？作为一个被邀请的人，我只关心什么时间在哪儿办。但想了解到这些信息，我必须得先看一组新人大片儿，没法跳过，咱们就得被他们的爱强制爱。哎，嗨，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叫辛博。我32岁了。32岁是同龄人结婚的高发期。第一波结婚的已经开始陆续2婚了，甚至还有3婚。结婚证又复发了。经常在微信上收到婚礼请柬，那种电子请柬收到过吧？作为一个被邀请的人，我只关心什么时间在哪儿办。但想了解到这些信息，我必须得先看一组新人大片儿，没法跳过，咱们就得被他们的爱强制爱。翻了半天，7月2号在秦皇岛阿那亚拍的这组婚纱照。我说你真行，去得起阿那亚，去不起图片水印。那照片怎么说呢？真好看，真甜蜜，但有的时候也真不像啊。我生活里也不长这样，我都眯着眼睛往后滑，滑到最后还是一个植入的广告按钮，叫“我也要制作”。谁会看完别人的婚礼请柬就说：“嗯，我也做一个。”我做啥？我作茧自缚啊！我觉得这种人生大事它不能太商业。那是不是墓碑上也可以刻“我也要一杯”？第2杯半价，收藏打卡，升杯。要免广告得做请柬的人办会员，我研究了一下啊，婚礼请柬的会员分2种，一种叫包年会员，一种叫终身会员。婚礼请柬的终身会员，就没盼咱们好，活到老结到老，倒是适合那些结婚证高发人群。还能发弹幕，我不喜欢婚礼请柬里边的弹幕过于和谐。咋就没人发？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不好看吗？他们不离婚，真的很难收场。接。电子请柬最让我讨厌的是它能转发，收到过我前任的，他没给我发，但大家应该都有那种共同见友，谁能不好奇点点？我也转发，发给我爸，用他的手机发弹幕。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新郎不好看吗？快乐持续到见友给我转了一张截图，我才知道这玩意儿后台有个功能叫谁看过我。图中显示辛博第15次查看了你的作品。我就是他婚礼请柬的榜一大哥。还有转发记录。辛博爸爸。通过辛博的转发查看了你的作品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改的微信名，可能是知道了我要上节目。
以前它叫不慕虚荣。我说爸，你应该改叫慕容复。相比于之前的邀请方式，我觉得电子请柬是不是有点过于方便了？就导致那些不该给我发的人也给我发，平时都不熟，完全不联系，吧唧一个请柬给你发过来。前几天收到一个算是同学，一起在驾校学的车，一个请柬加条语音，老同学想你了。我能收到微信里每一个人呢能产生对话框的都能收到，应该也包括文件传输助手。拉黑他不过瘾，我也要制作，我也给他发，给他冲冲喜。老同学，我在婚礼也很想你。但如果都这么方便了，还没给我发的，那就是不拿我当朋友了，凭什么？对吧？大学室友，我也想不明白为啥有些人就是走着走着就走了。我可以不来，但你不能不邀请我，非常内耗。点他，朋友圈分享一个文章：大学室友，你一辈子最宝贵的财富，仅对他可见。分享一首歌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》，我亲口唱的。我怕他没有会员。没有反应。随着婚期临近，我愈发的心烦意乱。小某叔说这是婚前焦虑的表现，要我积极备婚，有问题直接跟我的新郎沟通。我鼓足勇气去跟他说为什么不请我，他说发群里了，你没看见吗？我说什么群？他就撤回了。我看见了，跟我说我结婚来聚聚呗，我也不知道咋回，还是输入法比较了解我。刚打出了祝你，就联想出了早日康复。但回想，就算他第一个就邀请我，又如何呢？我也得在心里边先量化我们的感情，还值多少钱，减去差旅成本。如果是正数，那就是礼金；如果是负数，那就是来不了。他的大喜之日就是我的出差之时。我说不好意思，领导派我去一趟巴塔哥尼亚。婚礼邀请好像对双方都是一件很难直接表达真实意愿的事儿。我想好了，以后我做请柬我就不放时间地点，这样能让大家多看几遍我的新人大片儿。哎，是我划过去了吗？最重要的，它也是筛选，因为真正想来的人会问我，不想来的人我也不想追问，因为我有访客记录。我需要终身会员。谁看过我还没问我的，那我肯定得记他一辈子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辛博。谢谢辛博的表演，喜欢他今天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投票倒计时，最后3秒钟，请锁票。再次谢谢辛博。之前咱们也聊过，说辛博有很多这种观察式的喜剧的段子，到第3轮终于给咱们拿出来了哈。是的，这为啥选了这个话题呀？我觉得因为要主题赛，要说出来又如何？我真的觉得婚礼邀请是一个双方很难真实表达意愿的。我要去贴合这个主题，然后想把我最想说的事儿出来。后边其实就是想借着电子请柬这个载体，来体现人与……哦，啥是载体啊？我也是刚学的这个词儿啊。对对对，就体现一下人与人之间相对微妙的一些关系啊，就想讲这件事儿啊。非常好，因为我觉得吧，就是，平时我们作为创作者，平时写东西的时候，把一件小事儿，你看他写的是一个请柬的一个电子版，
把这么小的一个事儿给它描绘成一个脱口秀，一个大事儿，我觉得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前面包袱非常的好。其实岳老师，我特别想见你，因为就是你的声音是经常陪伴我睡眠的。哎呦，睡得好吗？最近头发掉了很多，对，因为我喜欢铁甲将军，喜欢你之前说的那些柳活什么的。哦，谢谢你，非常好，说的非常好。我不喜欢你刚才这些表达，都是情商这一块的啊，没有瑕疵，兄弟。拜把子吧，拜把子。四海之内皆兄弟。人越来越多了。其实我也有一个观点，我一看法，跟您探讨。好嘞，就是因为您的这个说话习惯，包括这种表演方式，其实是比较偏慢的，而且因为您的很多包袱都是特别值得去琢磨的。但是在刚才您这个段子的后半部分，稍微它就那个梗有些稀疏吧，是吧？那您还是要继续保持现在这种语速，就是我觉得您为什么当时最后到结尾的时候不稍微快一点呢？或者说把节奏稍微提一下呢？好嘞，回答一下这个大雷老师这个问题，因为在我们前期共创或者是跟编剧、跟内容导演对的时候，他们都建议我把最容易掉那段拿掉。当然，我觉得这个是我最想讲的一句话啊，是你的观点。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产生这种想法，这个朋友还值不值得我去？这么远，我要不要去？然后去了一趟，可能回来之后都没有时间休息，下一周我很辛苦，我要不要去？其实就是我们不断的在量化这个感情。这句话是我这里边最想说的，一定要把它留在这儿啊。对，明白。对，您跟那个刚才博博那意思一样嘛，就是想这么表达呢，我非常尊重您。只是我的一个疑惑而已。就是因为也是时间不够，确实是写不出更好的梗了，这才根本原因。这是大实话。对，一顿给自己找补，但其实就是写不出来更好的梗了。没有，也挺好的。我觉得确实跟前两次的风格有点不太一样。对，因为前两次都是讲自己的故事，但是我自己是蛮喜欢这种观察式喜剧的，就是把一个特别细碎、特别小的东西翻来覆去的说，然后用各个视角去说，从什么会员啦、浏览记录啦，再到这个我会怎么想，然后他会怎么做。观察式的这种脱口秀，我觉得之前给我印象比较深刻就周奇墨的一些，对，周老板。但是他的风格跟你不太一样的是，他是加了表演的，对，他是把那个场景通过他的演绎比较精准的点出来，所以我觉得你的其实这种方式会更难，你完全纯靠观点，纯靠这种声音语气的方式来做这个跟这个现象之间的互动，所以我觉得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个调调是很需要的，我也蛮喜欢你这个腔调的，所以我就可以坚持下去，继续坚持下去。好的，谢谢天真姐啊。就做难且正确的事儿嘛，总得有人干，对吧？我想聊一下，就是我前段时间去看了辛博的专场，就他整个专场都是那种特别精心打磨，你能看出来他每一句话都在上面停留了很久。像刚刚天真姐说，可能他不像周老板那样有大的表演，但其实他两三句话就可以构建出一个场景，是特别值得琢磨的一些段子。谢谢。辛博也是获得了气氛组的3票，那下一位可以直接晋级的会是谁呢？陈明飞吧？是吗？我赌陈明飞，我觉得是他，我觉得陈明飞。请看大屏幕。恭喜陈明飞181票，成功晋级，请你前往晋级区就坐，期待下一期的表演。我们也请辛博前往待定区。下一位也是一位情绪很强的朋友，他是咱们终生现役的喜剧卷王，掌声有请刘洋教主。Hello， 我是刘洋。熊孩子的家长来了。好多演员都说想看看我儿子，翟佳宁这辈子不可能了。然后，开玩笑的，30年之内不可能。我叫刘洋，然后这2年一直在参加节目，获得最多的这个标签就是卷、紧绷、特别忙，的确很忙，日程总是塞得很满。然后前一段时间有个朋友想看一眼我的日程，我给他发过去一份我的日程表，
他说这个是1周的，我说这是周1的，非常的紧绷。我周围所有人都比我松弛，我爸甚至都比我松弛，这个很难理解，但他的确比我松弛。我这个名字是这样的，我的名字是我爸给起的，就这个杨字。这个杨字呢，它的意思是晴天。有的人听了之后说，哦，好美的寓意，是寄托了你爸对你美好的期待吗？其实不是，因为这个字儿是上户口的人打错了，他充其量寄托了上户口的人对我美好的期待。我爸给我选的羊是这个羊，取自《归去来兮辞》，周遥遥以轻扬，意思是洒脱随性不计较。上户口的人就打错了，我爸就接受了，可见我爸才做到了洒脱随性不计较。我爸才应该叫刘洋，我这么忙，我应该叫流氓。甚至我的粉丝都比我松弛，这个我非常不能理解。前段时间我在网上传了个段子，然后有一个人在底下骂我，他说这是我看过最不好笑的东西。我20多个粉丝冲到这条微博的下面，在他的评论底下贴出了我春晚节目的链接。还单独艾特他，看看这个呢。别人朝我打子弹，粉丝给他换核弹。参加这个节目也是，参加各种综艺节目也会被骂不松弛。去年我在喜人奇妙夜夺冠了，最后拿着冠军的奖杯发表获奖感言，泣不成声。一个弹幕飘过，他要是更松弛一点，还能取得更好的成绩。冠军了，大哥，更好的成绩是什么？冠名吗？在这个节目也是，去年参加这个节目有一个画面，我正在写节目里的段子，啥也没干，在写段子，然后一堆弹幕飘过，刘洋就是太不松弛了。不是大哥，我要怎么松弛啊？我本意思我不写了。导演说你上台讲段子，我说不讲，我上台我就站着，不是松弛，我上台我晃手，我知道啊，我上台我就玩，我上台我玩行为艺术，我上来之后说大家好，其实今天我是来给大家拜年了。爆竹声声辞旧岁，飞雪连连迎春来。刘洋教主一登台，观众个个发大财。哎，你们的欢呼让我开始反思了，我春晚应该演这段的呀。总之就是开始学一些松弛了，然后根本学不会，我的妈呀！网上的一些松弛教程越学越紧绷。我搜到一个教程，名字就叫“轻松获得松弛感，只需要每天做完这21件事儿”。我其实得快点讲，因为我今天还差16件事儿。我还关注了一些松弛博主，各位见过吗？那些松弛博主，他所有的视频就是拼尽全力的展示他们毫不努力。有一个松弛博主是这样的，他所有的视频就是他打高尔夫球、骑马、徒步，在海边一边散步一边喝香槟，哎，就这些松弛的事儿做完，微信步数起码2万步，不起码4万8。甚至他每条视频的结尾还要在那儿喊，他说真正的松弛就是要明白，没有什么是你必须要做的。这么松弛的博主日更，这不是有必须要做的吗？日更啊！而且每个结尾还说友友们给我点个赞吧，我从不给他点赞，因为没有什么是我必须要做的。有一个松弛博主，他点赞过万的视频是他去西班牙旅游。他说来了西班牙才知道真正的松弛就在西班牙，差点就信了，但我没有，因为我真去过西班牙。在西班牙你何止不能松弛，你都不能松懈。走着走着路，抱回菜吧。我搜旅游攻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妙不妙不妙。有一个攻略上面写着，千万小心，
偷在西班牙，抢在法兰西。我说这是俩特色旅游项目吗？去的时候导游说：“哎，您跟别地儿被偷都不算被偷啊，还是得尝尝咱老班牙的手艺。”老班牙的手艺名不虚传。我去那儿第1天，我的移动 WiFi 就丢了。我丢的过程是这样的：我在马德里的街头正刷手机，小某书给我推了一个帖子，说注意，在西班牙，这10样东西最容易丢。我说那我得赶紧点开看看，我就点不开了。我的移动 WiFi 开始移动了，而且那个博主还说，他说最松弛的事儿就是夏日的午后，在西班牙的草地上躺整整1天。不可能，根本躺不住，太热了。我去的那个城市最高能热到45度，各位45度是什么概念？我一点没骗你，我在路上看到一个人在遛狗，那狗是跳着走的。我说那会不会本来就是个袋鼠啊？来西班牙旅游热成狗了。而且45度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导游告诉我，那个城市为了不放高温假，天气预报就报到45度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外面无论有多热，你看天气预报45度，外边热的一个老大爷已经烧起来了。波尔多45度，45度老大爷能烧起来，那是一个燃点很低的老大爷。白领老大爷，红领老大爷要260度才会烧起来。这种天气你不存在躺1天这种选项，你要么就是躺一会儿，要么就是躺一辈子。本来想躺一会儿，结果躺了一辈子，躺在白领老大爷旁边，直接就火化了，了无痕迹。我后来问我一个朋友，我说人为什么一定要学会松弛感？我那个朋友跟我说，你看苏轼，一生多次被贬官，但他毫不在意，仍然坚持消费，每天买300颗荔枝来吃，就是因为他松弛。我说那太好了，赶紧去看看《苏东坡传》。各位，我认真看了书才知道，给你们科普一下。丝毫不在意自己被贬官的苏轼，在第1次被贬官黄州之后，就写了将近200首诗，来表达自己丝毫不在意被贬官。我说有没有可能皇上本来也没想贬那么多次啊，皇上就单纯想追更啊？皇上说苏轼最近还写吗？没写，贬到海南。然后后来在想，真的学不会就学不会吧，紧绷就紧绷吧，也不要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了。你想想我的偶像梵高，他一生也受尽了别人的批评和攻击，但他丝毫不在意，因为别人的话，梵高最多只听进去了1半。右半边听进去了啊，左半边没有。但我学松弛感的过程中，真的学到了一个东西，分享给大家。我觉得真正的松弛感，就是你拥有自由选择自己生活的能力。所以我也决定，我要自由的选择过一种紧绷的生活。而且你想想看，梵高也是，梵高也是因为自由的选择了自己的生活，才最终成为了梵高。所以今天我也要坦然地说出来，我之所以会是现在的刘洋，恰恰就是因为上户口的人打错字了。我是永远学不会松弛刘洋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刘洋的表演。喜欢他今天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3、2、1，请锁票。咱们要不先问问这个也去过春晚的岳哥，对中间那段表演的看法是？刘洋，你是哪年的春晚？我怎么没见你啊？你是哪年的？见过你啊？今年，但我是12点之后，我去的时候您都走了。嗨，12点之后那不叫上春晚。恭喜恭喜恭喜！还是一件大事，还是一件大事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谢谢。今天那个讲的也非常好，松弛。但是我觉得你参加很多节目，哎，对，是吧？对。你真的那么卷吗？
啊，卷不动了，真的不想参加了。这个赛段备战的非常非常累，就特别的就靠一口气儿在硬撑。就你这样会掏空自己的啊，兄弟。是的，但我参加的节目真没您多。因为我强大呀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男儿当自强，挺好的，拜把子吧，又拜把子。爱情。